你是否曾经醒来，感觉一天才刚刚开始，而你却已经在一场你甚至没有选择参加的比赛中迟到了？胸口压着看不见的重量，存在一种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深度疲惫，一种持续不断的摩擦感，每一步都需要不成比例的努力，就好像你试图在水深极井的地方逆着猛烈而无情的激流不仅行走，你感觉自己在扮演一个不是你自己的角色，被困在发光屏幕的人造节奏制造出来的匆忙和一种令人上瘾的对外部认可的需求中，这些正在一滴一滴地耗尽你的生命能量，让你感到空虚。生活不应该是这样一场无休止的战斗，在这里每一个小小的胜利都会出现3个无法解决的新问题，但这正是现在的样子。如果你觉得世界正在合谋反对你的平静，请明白，这种摩擦不是你的缺陷，而是一种根本性错位的严重症状。残酷的事实是，焦虑变成了你的默认状态，因为在某个无意识的层面上，你向事实的现实宣战了，而且你输得很惨。你消耗着巨大而宝贵的精神能量，试图让宇宙屈服于你的意志，拼命地挣扎着去控制那些根据定义就是不可控的变量，而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宇宙正在把你打碎，一块一块地。这种内部的阻力是你所有可选痛苦的源头。你看着交通危机或他人的行为，内心呐喊这不应该是这样，但现实对你的愿望保持冷漠。这种对接受是什么的顽固拒绝，在你的幼稚期望和具体事实之间制造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张力，将你的头脑变成了一个血腥的战场。在那里，你同时是战败的将军和唯一的受害者。但是有一条回到底中心的路，这是一条由历史上最伟大的智者们发现的古老路线，可以将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斗争转化为一种流畅、战略性和强大的舞蹈。今天，我将把自然对齐的5条法则交给你，这是一个包含5个步骤的实用系统，用于停止逆流而上，并开始利用河流的压倒性力量，以速度和优雅推动你的船。我们不是在谈论逃往森林，而是一种精神同步，它将屏蔽你免受混乱的影响。在我们揭示第1条法则之前，我邀请你迈出这段旅程的最初和决定性的一步。现在就订阅频道，以确保你在那些寻求精通的人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下方评论我控制我的思想，以公开确立你的承诺。通过这样做，你向你的心里发出信号，表明你在场，专注并准备好进行转变。当我们听到顺应自然生活这句话时，现代人的头脑倾向于联想出浪漫且无效的抛弃社会的画面，比如逃到森林里的小屋或拒绝科技。让我们现在就摧毁这个误解，因为这种肤浅的解释让你保持软弱，并与你真正的潜力断开连接。斯多葛派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原始主义或倒退到动物状态，而是应用一种更高级的心智技术，称为理性对齐。你感受到的混乱并非来自世界太现代，而是来自你正在使用一个过时的内部操作系统运作。该系统忽略了现实的基本法则。顺应自然生活不是凭本能行事，实际上它是使用让我们成为独特人类的工具的最高行为。我们利用逻辑推理能力来驾驭存在，因此我们需要进行一次剧烈的重新构建，将这里的自然理解为不是树木和河流，而是最高理性以及事实如其所示的现实，没有你幼稚愿望的过滤。顺应自然生活是一种战略同步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你停止消耗生命能量，试图逆流而上，并学会利用河流的残酷力量来推动你的船。把它想象成一位经验丰富的飞机驾驶员，他不会对着湍流尖叫，也不会因为刮风而哭泣。他理解空气动力学的法则，并调整它的航线以利用风势。这就是提议，用主动接受取代盲目抵抗，将事实的冷酷转化为坚实的基础。在此之上，你可以建立一个不可动摇的内部堡垒，无论外部场景如何。这种智慧不是理论上的，它是经过战斗检验的。这一哲学的创始人基提翁的芝诺将生活的目标定义为一致的生活，这意味着你的内部意志永远不应与事件的外部秩序发生冲突。马可·奥勒留
这位在帐篷里写下他的思想时统治着已知世界的皇帝，不断提醒我们，那个与自己和谐相处的人，也与宇宙和谐相处。他不通过试图控制帝国来寻求和平，而是通过将他的判断与现实对齐。为了让你能达到这种自己灵魂的建筑师的状态，即没有什么能让你感到惊讶，一切都是你成长的素材，我们需要剖析这个古老的代码。现在让我们解锁自然对齐的5条法则，从将永远改变你感知的基本区分开始。我们以最基本的规则开始我们的旅程，这是所有人类韧性建立的基础。你需要学会以通过外科手术般的精确度区分什么是你的事，什么绝对不是。大多数人生活在一种永久的混乱状态中，将他们的愿望与现实混合在一起，相信他们可以控制天气、交通、经济或他人的意见。第一法则被斯多葛派称为控制的2分法，要求你在你意识的沙滩上画一条不可逾越的线，在一边，什么是你的，你的意图，你的判断，你的行动；在另一边，什么不是你的，其他一切。没有这种区分，你只是一片干枯的叶子，被你不理解的风鞭打。应用这条规则的困难在于我们自我中微妙的傲慢，它被制约去相信担忧是控制的同义词。你的头脑倾向于低语。如果你对航班延误或同事的恶意评论感到足够有压力，以某种方式你就在解决问题或保护自己免受其害。这是一种危险的认知错觉，你消耗你的生命能量去反复思考那些你没有任何权利的场景，就像一个对着海浪尖叫而不是调整帆的船长。这种试图强迫外部现实服从你内部韧性的徒劳尝试，是你焦虑和持续无力感的主要来源。想象一个奥林匹克弓箭手在射击的关键时刻，他对自己的姿势、呼吸、拉紧弓弦和松开箭的确切时刻拥有绝对的控制，所有这些都属于他的内部帝国。然而，在箭离开弓的毫秒内，它就不再属于他了。一阵突然的风或目标的移动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外。业余弓箭手在箭飞行时痛苦并诅咒，试图用思想引导他。大师弓箭手及斯多葛派知道他已经尽了全力并接受结果，无论是中靶还是失误，都带着同样的平静。你一直像业余弓箭手一样生活，为已经离去的箭而痛苦。当内化区分法则时，你获得了一种隐形的超能力。面对混乱时的情感无懈可击。当外部某事出错时，而且这会发生，与其惊慌失措，不如问那个神奇的问题：这在我的控制之下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立即撤回你的情感投资，将该事件视为一个中立的数据，而不是个人的冒犯。这种练习释放了大量之前浪费在无用摩擦上的精神能量，允许你以激光般的强度专注于那些真正可以改变的事情。你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而成为你反应的主人。我们对其的第2阶段涉及你自己的构成。你必须承认，你真正的本质是理性的，而不是动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崇拜本能和追随内心的文化中，通常以此作为缺乏纪律和冲动的借口。理性法则提醒我们，屈服于懒惰、暴食、过度的淫欲或愤怒并不是自然的，实际上那是倒退到一种次人类的状态。大自然给了我们理性作为生存和繁荣的工具，为了满足瞬间的冲动而忽略它，是违背你自己的高级生物学，是背叛你作为思考存在的本质。这里的冲突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你的爬行动物大脑是一台古老而强大的机器，旨在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即时快乐并避免不适。它为了糖分、分心、复仇和舒适而尖叫。现代社会已经建立了整个产业来喂养这些恶习，使得抵抗变得更加困难。当你试图早起或专注于深度工作时，你的动物本性会反叛，创造诱人的合理化借口，让你停留在平庸之中。这是一场内部内战，冲动的暴君试图推翻理性的国王，而在大多数日子里，你甚至没有战斗就让暴君获胜了。把你的头脑想象成一辆由野马和强壮的马匹拉着的古老战车，它们代表你的情绪和欲望。如果你车夫理性，松开缰绳或睡着了，
马匹就会随心所欲，它们会冲向悬崖，冲出道路，或互相攻击，在这个过程中摧毁战车。你们中的许多人正坐在车夫的座位上，被动地看着马匹决定命运，认为这种肆无忌惮的奔跑是自由。但真正的自由不是做你想做的事，而是让意志处于智力的指挥之下。一辆没有车夫的战车不是自由的，那是一场等待发生的事故。在应用理性法则时，你以坚定和权威重新夺回缰绳，不是为了杀死马匹，而是为了引导他们朝你选择的方向前进。你开始意识到纪律的不适无限小于后悔的痛苦。当拖延的冲动出现时，你冷冷地观察它，将其识别为一种动物反射，并使用你的理性能力否决它。我感觉想停下来，但理性规定我必须继续。这种否决你自己本能的能力是将成年人与儿童、主人与奴隶区分开来的东西。你成为了你自己微观世界的君主。现在我们到达了斯多葛主义跳动的心脏，这是所有规则中最困难和最具变革性的。你不仅不应该仅仅容忍发生的事情，你应该爱发生的事情。接受法则或 Amor Fati 命运之爱，要求你拥抱当下时刻，包括它所有的缺陷、痛苦和意外，就好像是你自己选择并设计了它一样。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主动拒绝的模式中，在心理上抱怨每一场雨、每一个红灯、每一个困难，在本身已经充满挑战的物理现实之上创造了一层额外的心理痛苦。对这条法则的阻力是巨大的，因为我们被教导接受是被动的。如果我们接受坏事，它们永远不会改变。但这是一种分类错误。接受正在下雨的事实并不妨碍你打开雨伞，它妨碍你对云发怒，那是疯狂的。你的头脑与不可避免的事情做斗争，因为它带有一种傲慢的期望，即宇宙应该一直公平、舒适和可预测。当现实打破这种期望时，你感到被背叛，仿佛宇宙欠你一笔私人债务，产生痛苦和受害者心态。在这里，狗与马车的隐喻是你自由的主钥匙。想象一只狗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辆沉重的马车上，马车处于持续和不可逆转的运动中，这辆马车就是命运、自然、事件的流动。狗只有两个选择，它可以与马车以同样的节奏行走，享受旅程，观察风景并保持它的尊严，或者它可以将爪子钉在地上，抵抗并被脖子猛烈地拖拽，受伤并窒息。即便如此，它还是会到达同一个目的地。马车不会因为你在发脾气而停下来，唯一的变量是你到达终点时的状态。通过拥抱 Amor Fati， 你选择与马车一起奔跑。当轮胎爆了，当客户取消了，当疾病来临，你不说为什么是我，你说这是我美德的素材。你将障碍转化为道路本身。这种视角的转变是终极的炼金术，它让你变得反脆弱。世界无法伤害一个决定发生的一切，正是它进化所需要的人。你不再被生活拖拽，而是开始与它一起流动，在风暴中找到不可动摇的平静。第四法则，将你的视野扩展到超越你自我的边界。你必须理解，你是一个更大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斯多葛主义不是一种孤独或厌世隔离的哲学，相反，它是深刻社会性的。蜂巢法则规定，对蜂巢有害的事物不可能对蜜蜂有益。你的理性本质也是一种社会本质。我们是为了合作而生的，就像脚、手和眼睑是为了协同工作而生的一样。自私、残忍和冷漠不仅是道德缺陷，它们是违反人类现实结构的逻辑错误。这里的障碍是分离的错觉。在现代世界，我们被训练去将他人视为竞争者、障碍或达到目的的手段。当有人在交通中切断我们或粗鲁地对待我们时，我们的直接本能是对抗，是我反对他们。这种战壕心态制造了一种有毒的隔离和持续的偏执。我们忘记了我们面前那个令人讨厌的人也是一个有缺陷的理性存在，打着他自己的仗，受制于与我们相同的自然法则。当我们与他人断开连接时，我们切断了我们自己人性的源头。想象你的身体，如果你的肝脏的一个细胞决定它比心脏更重要，并开始只为自己积累资源，它就会变成癌症，杀死有机体，
也就是杀死他自己。人类社会在同样的原则下运作，你是宇宙身体的一个成员。当你帮助他人时，你不是在帮一个忙，你是在履行你的自然功能，保证你所依赖的整体的健康。马可·奥勒留每天早上都对自己重复，他会遇到多管闲事和忘恩负义的人，但他不能对他们生气，因为他们在理性上是亲戚，是同一个神圣系统的部分。在践行蜂巢法则时，你用理解取代评判，用同情给予宇宙共情的能力取代愤怒。你明白你真正的繁荣不能建立在他人的毁灭之上，这并不意味着天真或允许滥用，而是带着正义和仁慈行事。即使他人失去了他们的正直，你也保持你的正直。你成为了你社区中稳定的支柱，通过服务于共同利益，你将你渺小的意志与自然的意志对齐，找到了一个超越你自私和卑鄙需求的目标。最后，我们到达了封印所有其他法则的法则。大多数人花费一生试图忽略的真理：一切都在变，一切都会过去，而且这是好的。无常法则教导我们稳定性是一种错觉，宇宙中唯一的常数是转变。大自然通过出生、成长、衰退和死亡的循环运作，试图冻结一个时刻，抓住一个人或永远保存一种事物的状态，是与存在的机制本身做斗争。我们在失去时感到的剧烈痛苦，来自于我们拒绝接受那给予我们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暂时的借贷，而不是永恒的占有。我们的头脑害怕改变，尤其是害怕死亡。我们建造沙堡，并在潮水上涨时哭泣，就好像潮水犯了罪一样。我们活得好像我们是不朽的，推迟生活，把最好的留给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并且带着幼稚的绝望，执着于职位、关系和物体。这种对无常的否认让我们变得懦弱和焦虑，生活在害怕失去我们拥有的东西的阴影中，无法欣赏现在，因为我们太忙于试图屏蔽它以对抗时间。想象一条湍急的河流，现在流经你的水永远不是1秒钟前的那水。如果你试图用紧闭的双手抓住水，你什么也抓不住。但如果你把手张开成杯状，水流动，触碰你，让你清爽并继续它的流向。生活就是这条河，季节变化以便收获到来，人们离开以便新的故事开始，你变老以便给新的让位。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面，它是生命过程的内在部分，就像呼气是呼吸的一部分一样。当内化无常法则时，你从失去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你开始以更强烈的强度去爱事物和人。正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不是永恒的，你看着你的孩子、你的伴侣或你的工作，想这是暂时的，这让那一刻变得神圣。你没有戏剧性的接受循环的变化，像水一样流畅的适应。你明白你不是现实的主人，而是一个享有特权的旅行者，有机会在一个短暂而美妙的瞬间见证宇宙的宏伟。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大多数遇到这条信息的人将不幸地继续被生活的马车拖拽，抱怨每一个颠簸，生活在一种永久的摩擦和受害者状态中。他们会听到这些真理，点头，但明天又会回到试图控制不可控事物的旧习惯，把他们的存在浪费在他们永远无法获胜的想象中的战斗里。但是你，当到达这一点时，证明了你拥有成为自己灵魂的建筑师所需的原材料。现在选择摆在你面前，极其清晰。你可以继续抵抗并被现实伤害，或者你可以应用这5条法则，站起来并带着尊严走在马车旁边，将命运转化为你的盟友。知识直到被应用才是力量，没有行动，这只是哲学娱乐。为了与你的新身份封印这个契约，我们需要将你的意图转化为意志和连接的具体行动。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是社会生物，进步应该被分享，以加强人类风潮。如果这条信息与你的理性产生了共鸣，并交给了你真正的价值，现在就留下你的点赞，不是为了算法，而是作为一个数字确认，表明你理解了这个代码。也考虑订阅，并与某个你知道正在不必要的受苦、被生活拖拽的人分享这个视频。通过这样做，你践行了蜂巢法则，伸出手将另一个人从无知的泥潭中拉出来，
带它进入理性的清晰之中。最后，我需要知道谁是那些真正留到最后的人，那些不害怕深度并认真致力于自我掌控的人。大多数人在最初几分钟就放弃了，寻求快速的多巴胺，但你在这里的存在证明了你的头脑是强大和有韧性的。让我们把这一刻标记为你的零点，也就是你停止与宇宙争吵的那一天。现在去评论区写下以下力量宣言：我与现实一起流动。当写下这些文字时，你不仅仅是在打字，你是在重新编程你的心理，并公开宣告：从今天起，没有任何外部事物有权扰乱你的内心平静。写下来，承担承诺，并开始生活。